一大早就喝这个啊？熬夜使人枯萎。唉，我喝我脑子都不转了。你拿着西装干嘛呀？我今天要去面试。你不是要缓几天再说吗？哎呀，我也想缓几天啊，可是我的遣散费给完之后，我的信用卡全被透空了。我要是再不工作，我连利息都没有钱还。你透支了多少啊？这得还到什么时候啊？你也不早点说。要不我先帮你还点吧。没事儿，效果还是你好。我已经想好了，我啊先不着急还钱，这样我一想到我还欠了钱，我就充满了动力。我总有一天会把它还完的。行，那你哪个月还不上了跟我说。嗯。你今天去面试哪个公司哪个岗位啊？哎呀，一个叫新核弹的 MCN 公司，我面的是商务。哎，商务段女士穿哪个好看？这个吧，蓝呐。稳重又不失活力。你自我介绍准备好了吗？要不要我帮你看看？不用，我也是当过老板的人，我最清楚老板喜欢什么样的员工。您是？哦，我是来面试的。哦，那跟我来吧。这边。你开开了吗？没呢，开的话我就不会搬秃了。先坐在这儿吧。哦，好，谢谢。等到你们了，我再来叫你们。哦，好。这个项目抓紧落实。还有，我希望大家向小钟学习，忙于工作没空回家。人家老公想要见一面，都送饭到公司了，说明什么？工作到位啊！散了吧。我听说这家公司新员工2周开不了单就得滚蛋，好吓人啊！我都想走了。现在的公司都得这种风格才能成功啊！这也太鸡血太残忍了吧！这算什么呀？我跟你这样讲，我上一家公司比这还恐怖，说是要让我们时刻保持婴儿般的睡眠，知道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就是随时可以醒，只要有工作立刻起来做。反正啊，像这种压榨人的公司啊，我是再也不想待了。简历我们都看过了，自我介绍就免了。说说个人的优缺点吧。我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抗压能力特别强；缺点嘛，就是有强迫症，工作不做完，坚决不下班。我的优点是能熬夜、较少，缺点是太完美主义，任何交到我手上的工作必须做到最好才肯罢休。你呢？啊，我，哎，不行不行，太吓人了。那老板要求高就算了，那公司的员工一个比一个都要内卷，我可整不了他们这种。啊，你不打算去了？你不是说工资很高吗？那他们淘汰率也高呀。你想啊，试用期2个礼拜，开不出单就要把我辞了。算了算了，我还是找找别的工作吧。那你想找什么工作啊？我帮你物色物色。我想好了，去王叔叔公司上班。他是我爸发小，也是我们小时候邻居，一直让我去他那儿来着。我跟他约了，一会儿见。行行，那你先去吧，回头我们再聊。不是说了吗？我爸妈回老家了，你就帮我去幼儿园接一下，怎么了？算了算了，我自己去吧。我去幼儿园接一下孩子。那我帮你打掩护吧。谢谢。哎，人家王姐谈及时雨小孩，你谈什么急啊？总感觉还差点什么。差点什么？看看啊，行业洞察有了。
亮点分析也有，风险评估也有，那什么，管理计划。可以。那必须的。哎，我还整理了一些投后服务的，发给你了，到时候看看哪些能用得上。好的。OK， 怎么样？啊。咱们现在这个报告可比之前强太多了，堪称完美。不许走，这是你的报告。不是小果，你自己看咱们这个报告，你就会觉得它也许就是可能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它少了那么点儿灵动感。灵动。你想想看，咱们之前喝密林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你喝一口它，也会感觉到它那个酒的气质啊、气息都在身边萦绕。但是咱们这个报告，就看起来现在干干巴巴的。灵动的气息。带你换个思路。有想法了？您这是来换思路吗？您这是又找借口逃避工作吧？谁逃避工作了？你仔细想想啊，我们是不是太惯着我们的脑子了啊？你加班上班的时候，得宠着他，得求着他啊，他就觉得自己贼厉害啊，了不起了，我们没他都活不了了。你像这种时候啊，哎，你就得干点像这种机械劳动，它不费脑子，你得让脑子啊，它得有危机感，它才能充分的调动自己，然后好好工作。我工作都没有完，被你拖过来，我急得快急死了，还在这陪你劳动，我这愁都快愁死了。你还在这玩挺开心，嘿，这方案都想不出来，哪有心情劳动？得让这个小人儿，哎，笑起来。这说下雨就下雨，哎，这笑不起来。下雨有什么可怕的？咱们给他画一个小雨伞，淋不着了吧？伞有什么用啊？能避了一时，避了多久啊？你还是得有个房子，有了房子，从此背上30年房贷。30年房贷算什么呀？我早上起来，哎，接到了个电话，说我中了1000万的彩票，我房贷还清了，我装修还倍儿好，我海景大别墅。哦，不幸的是，这一诈骗电话，哎，不但没中奖，亲戚还都知道你中奖了，把原来的钱都借走了。怎么呗？接着编。哎，你刚才说的这些呀，其实就是你画的这幅画，它的名字呢叫做《吃人》。说梦，因为这个立意深刻啊，笔触大胆，在苏富比卖了1亿的天价。你好意思说吗？你这画的连小学生都不如，还1个亿，想不出来。咱们有本事别说我画的好不好，你就说我这个编故事能力强不强吧。这就是脑洞大。我就是因为有这个大脑洞，所以我才有这个天赋，我才能画得出来这幅画。我跟你讲，就我这个天赋就应该去那个什么迪士尼上班，我轻轻松松的我就能做出现象级的 IP。厉害！这幅画就是我 IP 的起点。这个画完之后，我就给它做成动画，做成动画之后呢，我再做成周边产品。哎，我这个钱就哗哗哗的，移动康康就全。我知道密林缺什么了。IP 呀！一个好的 IP 就是最好的营销，我怎么没想到啊？你当然想不到了。哎，就说我带你来这地儿，够不够灵动？还可以吧，赶紧记下来。IP， 哎，赶紧收拾一下回公司啊！哎。
哎，奶奶。爽啊，你这是刚醒啊？这屋里怎么这么黑呀？哦，奶奶，我这不是前2天准备717累坏了，这2天补美容觉呢。你们那个直播我们都看了，太成功了！你爸和你妈到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呢。他们俩啊做了一个6米长的横幅，正琢磨着往小区门口挂呢。我爸这些一句都没跟我说，就给我发了个微信，8个字儿：再接再厉，不许骄傲。你爸这人你还不知道？那尤其是对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哎，优秀呢？他去拍照去了。之前你不是说想给自己放个长假去旅游吗？过2天就是你生日了，你是不是想和优秀俩人一边旅游一边把生日给过了？奶奶去不了，这直播太成功了，粉丝都等着下一场呢。那个我先不跟您说了，我这直播不是把房子给卖了吗？我得收拾收拾，过2天搬走了。啊，那行吧，挂了。董子，你把接下来3天的工作安排发我一下。爽姐，你不是说接下来3天不直播，放假中吗？谁呀？小兰珠，你怎么来了？给你买了藜麦沙拉。我想你可能现在不太想休息，如果想继续加班的话，和我一起看一看你生日会上那些带合作品牌啊。现在在接洽哪些品牌呢？这么和你说吧，昨天之后，你想要的任何品牌都可以。那我可得好好挑挑。那你生日会呢？生日会有什么想法吗？那我倒是有点想法。来公司天台干嘛？蒋帅，哎，我想把这个地方作为你今年生日会的场地，怎么样？刚刚开始搭建，我先给你介绍介绍啊。那边呢，我们想做一个冷餐区，然后放点吃的喝的来招待大家。然后这边呢，会放一个很大的霓虹牌子，当做拍照区。然后我们俩现在身后的这片空地呢，我想放一个很大的那种25岁的，可以亮光的，这样给你作为生日的庆祝。然后这儿就是主舞台了，到时候这两边的 LED 屏啊，会放一些。哎，蒋帅，把这 LED 屏打开，屏幕打开。梁爽妍选。我已经开始谈上下游的合作了，之后呢，我们会内部孵化一些自有品牌，一开始先做贴标，然后和品牌做联名，最后我们会完全把控生产，到时候产品的类型、设计、定价都会给你最大的话语权。梁爽，恭喜你，已经可以在兰州拥有自己的品牌了。做品牌一直是我最大的梦想。我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了。
我记得那时候兰州遭遇重创，我原本是想去另外一家 MCN 去挖他们家的头部主播，我在休息区就看到了正在等待面试的你，结果没想到我就把你挖来了。妹儿，面试的，饿不？吃玉米啊？没事儿，那个我兰州公司蒋兰州。明天正好发完了，那啥，咱加个微信吧。没电。没事，那留个电话呗。你电话多少？那时候我还跟你说，哎，你很有潜力，你很特别啊。然后那时候的我说，这话你对100个人说过吧？那你不是还是选择来兰州了吗？因为我相信我很特别，所以那时候我才向你保证，只要你做到我们公司最厉害的主播，我就帮你成立你的个人品牌。这话你对100个人承诺过吧？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承诺过。现在你已经超额完成了你的业绩，该我兑现我的承诺了。蒋帅，之前答应你的46分成，新合同。我这可能就是情场失意，职场得意吧。大多数人在失恋失业的时候都是祸不单行的。像你这种情场失意、职场得意的，也只有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性格，才能实现了吧？对。所以你听好了啊，今年生日会我要很多很多花，这儿、那儿摆满那一种。然后，最重要的是，给我请一个男明星来我直播间。我要让我前男友看看，没有他，我现在过得也可以很好。我给你找10个。好。如果他还会看的话。张总，供应商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庄姐，公司还有一些事儿，我先下去了。有什么任何新的想法，或者是想布置哪儿，随时给我打电话沟通。得给双姐选一个生日礼物，而且越特别越好。我叔叔，我快到了。没事，你不着急，我就在那个大厅，就卖咖啡那个地方等你。穿越到了现代。好，拜拜。东西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希望你能把握好这种意外感，是吧？就是对这种周围环境的陌生感要非常强烈的那种。熊老师。来，现场先放饭，饭好饭38场。你好，你还要喝点什么吗？来杯橙汁就行了。68元，谢谢。不要了不要了，我只要喝个水就行了。好。哎，你好你好。1杯橙汁，2杯美式。好。橙汁给他，美式打包，谢谢。干嘛呀？我最近减肥的，不能喝甜了。承认自己穷这么难，
还是说不敢相信自己变化这么大，连一杯橙汁都点不起？你变化也挺大的啊，一个男二号还得自己买水啊，没助理啊？咋样啊？你想做我助理啊？不好意思，名额已满。哎，还在等人呢，别等了，他不会来了。你又不知道我等的是谁，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来的？我那儿收工差不多前后4个多小时，所以这个人肯定不是陪你逛街的人，肯定是有求于他的人，而且这个人还跟你很亲近，不然你不可能安安心心在这儿等他这么久。一个亲近的人，居然让你等了4个多小时，我觉得再等4个多小时他也不会来。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冷漠无情？我告诉你，我王叔叔可忙了，世界500强，懂不懂？这个王叔叔以前是不是对你特别好？对啊，现在就不一定了。这个破产前跟破产后的世界完全是2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雪中送炭，剩下的只有雪中强炭。行了，说完了没？来，你咖啡到了，赶紧拿着走吧，真烦人。这杯橙汁喝完，你也赶紧走吧，别等。我劝你啊，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大森总，大森总，董事长，坐。不好意思啊，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等会儿还有个会，我们抓紧时间说重点吧。好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我们蓝河这次准备的方案呢，本身也简单、清晰、明了。接下来呢，我们会从以下几个维度来阐述我们的观点。首先呢，我们也想介绍一下，就是其实我们2位也是密林气泡酒的忠实用户。我们俩呢是在一个生腌海鲜餐厅里意外发现了这个果味气泡酒，然后当时是被它的外形吸引了，于是我们俩就尝试了一下，发现这个果味气泡酒的特点非常的鲜明。首先它是酒精度数比较低，然后它的有一定的甜度，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非常看重的想法。密林今年的销量比去年高了120%，但是呢，类似果味气泡酒的品牌增长数量是去年的4倍，这也就说明果味气泡酒的产品同质化竞争很严重。品牌之间的竞争除了产品之外，也是文化的竞争。谁能快速链接消费者，给消费者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谁就能脱颖而出，持续领跑。所以，我们认为在保持密林果味气泡酒先进技术的同时呢，品牌人格化也非常的重要。一个可爱的且符合密林定位的形象，能够让品牌有更好的辨识度和亲和力，同时也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好的互动感跟沉浸感。另外呢，我们也投资了一家不错的玩具公司，在后续的 IP 延伸上也能做资源整合，为密林打好 IP 这张牌。IP， 一个好的虚拟形象确实是最好的形象。在我们创业初期呢，也做过一个卡通形象，叫林小森，穿短袖，扎高马尾，喜欢喝酒，特别是喝完酒后说的梦话，很有意思，在当时的反响很好。那既然是这样，与其塑造一个新的 IP 形象，不如沿用老 IP， 稍加迭代，也能获得新老消费者的喜欢。董事长，您觉得呢？算了吧，林小森的 IP 不在公司。那在哪里啊？其实我们是可以去接洽一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的话就到这儿吧，我们保持联系，辛苦二位。
你干啥？你看我现在像谁？像不像大森总？要不要紧？完了，他就是张扑克脸。你好冷啊，还有心情闹。不是吧，江小果？这么点挫折就把你打趴下去了？不会是个假学霸吧？学霸在思考。大孙总看来是对我们的方案不太满意，我们的对手又是宏拓，咱还得找一个新的突破口。不，你仔细想一想啊，我们今天说到那个 IP 形象的时候，大森总明明是有触动的，可是等到那个范总说到那个林小森的时候，哎，他突然之间就变沉默了，肯定另有隐情。所以我觉得呀，与其另辟蹊径，咱们不如顺藤摸瓜。啊，干脆先找到林小森的版权方，然后正面聊一聊。先搞定版权，再去找大森总。喂，梁子，哎，咋了？大宝工作找的怎么样了？他没说，我也没敢问。不太顺利。他说觉得那个公司不太正常，准备找那个王叔叔帮个忙。那这样吧，叫他来我家，咱吃个饭，边吃边聊。行，好，我这边忙完就过去找你啊。拜拜。去忙你的吧，这边的事儿交给我了。版权到底在谁手上？24小时之内，我来告诉你。哎呦呵，这么细细啊？能找到吗你？怎么找不着啊？我告诉你啊，像这种在海量知识当中翻山越岭找资源的事儿，对于我们男生来说，那就是。OK， 那拜托你了。行，那我就不点了。等你带的好吃的，待会儿见。哎，小果亲自排队给他买烧鹅去了，一会儿带过来。哎呀，还是你们好。你怎么渴成这样啊？别提了，今天下午就一杯橙汁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傲骨铮铮，我就是没有喝。那个，你没事吧？看见你哭成那样，我们都挺难受的。我没事儿，我也想了想，总得往前看吧。今天蒋兰州还来找我呢，跟我说要做凉爽严选。真的？太好了，恭喜你啊！行了，别说我了，说说你。怎么样？顺利吗？我已经决定了，要去新核弹做商务。小果说，你说那公司不太正常，你不想去，还找王叔叔去了。是啊，我是找了王叔叔，可是吧，我今天在楼下等王叔叔1个下午，他都没来接。怎么会这样？这句话我今天下午问了我自己至少100遍。你说这王叔叔从小到大都对我挺好的，怎么突然这样？果然还是被音赏说中了。哎呦，怎么又是那小屁孩？我今天下午碰到他了，虽然我很不想见他吧，但他说的话也挺有道理的。我确实不能再这么骄傲，不能再这么任性了。我今天下午的1杯橙汁我都嫌贵。新核弹虽然是挺吓人的吧，你说2个礼拜不开单就要被开除，但是我现在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呀。你记不记得小果之前说过，说我拿着我爸的钱开公司，就是那个大型真人 VR 游戏，没有存档，不能重来，疼痛感还100%。你说你们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这血槽怎么还那么厚？
我这今天一下午，我感觉我的血槽都已经快空了。哎，你知道从菜鸟进阶成高级玩家最快的办法是什么吗？什么啊？找大神带你飞呀！我就一直想问你，你说你找工作怎么不先来问问我呢？哎，行，是这样的，我这不马上要开始在星河蛋做商务了吗？现在我这开单呢，确实挺困难的。我刚才路上整理了一下，我手上有的资源大部分都是影视圈的，能投放广告的客户就没几个。找我卖货的肯定也需要广告投放呀，我给你看看啊。哎，这个杨总，之前我们聊的还挺好，那他是卖泡脚盆的，跟我调性不太符，怎么没合作上？哎，这泡脚桶跟我符哎，你看我老喜欢泡脚足疗啥的。行，你问。哎，喂，杨总。哎，好久不见。那我就直奔主题了。我帮你找到了一个特别靠谱的广告合作方。就我姐们人特别好。来，在我旁边，你跟她说啊。喂，杨总。你好，我是那个小爽的朋友，我叫段家宝。原来是这样。男女主隐约开始甜起来了啊！期待后续。写的太棒了，5星点赞。哎呦，好看，这是新的风格呀。啊，小丁啊，怎么了？我给你送杯咖啡。啊，谢谢。哇，这，朱医生啊，你跟院长都喜欢钓鱼啊？他3天打鱼2天晒网了，就算了吧。你找我，是什么事啊？今天不是院长夜诊吗？他有事，我先替他值会班。替人值班可是过命的交情，你对院长可真好。谈不上，他包我1个月的早饭。1个月？那你们岂不是都一起吃早餐？喜欢去哪家吃？怎么了？行政室要帮忙买早饭吗？也不是，我就是好奇你喜欢吃什么，比如说吃的时候喜不喜欢看剧或者是看书？我不吃早饭。不吃早饭，所以院长才包你1个月的早饭，是怕你空腹对身体不好。小弟啊，我们医院有规定，值班的时候一定要互动吗？没有。那可以让我自己一个人待会儿，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好。又没宠物来看病，有什么可忙的？想搜集点新素材，怎么就这么难呢？没事啊，月月，没事，别害怕。你们院长能给我叫出来。他不在，你有什么事可以先跟我说。你看看我月月炸了，我老婆在你们这买银瑞基，没2天，没用2天就炸了。先生，你冷静一下，我是医生，我帮你看一下好吧。你给他擦烫伤膏了，要不然呢？按说明书擦的。怎么样？情况严重吗？需要进行手术。好。没事，手术。麻烦您手术同意书签一下吧。别忽悠我啊！签了然后交钱，对不对？我告诉你，是你们饮水机炸了导致的，我1分钱也不会给，而且啊，赔我们急诊所。先生，这个一会儿再说行吗？你们家狗现在情况比较紧急，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不行，我告诉你，必须给我说清楚，要不然这就是胡钱。哎，
你干什么？先生，耽误手术的话，你们家狗会有生命危险。把药还给我。哎，朱医生，强行手术是违规的。见死不救也是违规的。哎，怎么说明这怎么这样？就抢人狗呢？哎，先生，你手先松了。小弟，哎，先生，先回来，你把药还给我。动物会害怕的。哎，行，我是院长，有事跟我说，好吧？啊。麻醉起效了，开始手术吧。纱布，你也走。我需要拨打输液。先检。是这个吗？费用的事情之后再聊，别跟我说这个。狗狗已经手术了，您不希望它的病情被耽误吧？院长一个人可以吗？放心吧，我那不是已经安静了吗？吴建南会回来了。你倒退过去，用脚后跟敲3下门。您放心，现在手术很顺利。魏院长怎么知道啊？上学时候的暗号。暗号。就最后一篇了，心里比较深。止血钳、银浆海绵、纱布。别紧张，没什么问题了。给我缝合线吧，我要缝合伤口。魏金南差不多开始教育人了。您之前了解过动物医疗工作吗？我给你推荐个网站。我给您推荐一个网站。我觉得你有必要学习相关方面的知识。我觉得您有必要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饮水机的事，等你看完之后再谈。饮水机的事儿呢，咱们之后再聊，好吧？天啊，这也太有默契了！来，办公室说啊。大功告成。你是第一次做医生助理吗？这是第一次，平时最多打打杂。挺好的，不像第一次啊。我也是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的，拿到了宠物健康护理员的初级证书。怪不得认识这些工具。没想过继续考吗？心血来潮的时候会吧。试试吧，等你考过中级和高级之后，对你以后会有帮助的。我觉得现在行政工作挺好的，我挺喜欢的。不过像今天这样临时补位，挺酷的。是挺酷的。您说您这么一喊，那小动物也害怕是吧？请进。月月怎么样？啊，手术顺利，但还需要住院观察几天。那个医生，谢谢。那个刚才着急了，有点冒犯，你别介意。理解。我可以去看看。可以啊。哎。在这儿。哎呀，累了吧？来，坐，来坐下。歇会儿。哎，老魏啊，那个饮水机怎么回事啊？他问清楚了，原来他老婆是在网上买的饮水机，不是在咱们店买的。啊，这太危险了。你呀，胆子也忒大了。你手术万一不成功，咱不仅要承担费用，信誉也毁了。怎么，我做手术你不放心啊？放心，朱医生刚刚救狗的样子可帅了。院长也帅。小丁，搭把手啊。你别搭理他啊，他。给我的？
微信男给我的，我不喝汽水。啊，谢谢。醒了？坚果补充点营养。谢谢。找了很久啊。找怎么样啊？林小森的设计师是谁啊？不是我跟你吹啊，就这个搜索信息的能力啊，哇，我可太厉害了。看下照片。哎，是谁啊？这人怎么看这么眼熟啊？你想想看，咱们俩是在哪儿发现的密林？生腌海鲜老板娘？原来还有这种渊源呀！那行了，正好咱直接去找他。哎，哪有那么简单呀？我后来去扒了大森总古早的博客，你猜老板娘是谁？大森总的前女友。两个人以前感情特别好，谈了很多年。林小森的原型就是老板娘。还有这么一段感情故事啊！怪不得大森总的反应有点异样。我觉得这个方案咱们俩得放弃了。咱们俩解决得了版权问题，可是咱们俩解决不了感情问题啊！一旦大森总对他这个前女友还念念不忘，那还不得看一次啊，痛彻心扉一次。言情小说看多了吧你？哪有那么多痛彻心扉的感情故事？大森总是创业者，带我入行的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对商业行为里最忌讳的就是感情用事。林小森确实是个好 IP， 这么好的形象又有故事，能链接到更多的人群，干嘛说放弃就放弃啊？你这不是往人家大森总的心口窝子里捅刀子吗？你肯定不同意啊！这个方案就这样算了吧啊！就让这段死去的爱情入土为安吧。不要再拿出来鞭尸了。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你起码得去找老板娘谈谈版权问题啊，说不定他死去的爱情就废物利用了。你这么冷血无情呢？你这么少女心呢？